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结婚5年，家宴时老公从不许我上桌，我只能站在一旁为婆婆布菜。我委曲求全5年，老公却让白月光堂而皇之地坐在了婆婆的身边。他殷勤地帮她夹菜，婆婆将祖传的玉镯套在了她的手上。我知道这场婚姻走到头了。我做的菜，凭什么我不能上桌吃饭？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，我慢条斯理地坐下，吃饱我将桌子掀了。我吃饱了，你们也别吃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麻利地将最后一道菜端上桌，确认18道菜无误后，开始收拾厨房。少奶奶，您去歇吧。回房换身衣服，厨房我收拾就好。贺家的保姆刘妈心疼地看了我一眼，我才发现身上的衣衫已经被汗水浸透，头发一缕一缕地贴在脸上，嘴唇都干到起了皮。好，转身走出厨房，正好看到老公贺寒松搂着他的白月光，有说有笑地走了进来。刘安雪看到我的一瞬，脸上笑容收起，假装站立不稳，朝着贺寒松的身上倒去。俩人就在我的眼前搂抱成一团。贺寒松紧张地单膝跪地，帮他检查脚踝。婆婆从楼上下来，狠狠地剜了我一眼：“你自己看看你什么样子？客人来了还衣衫不整地站在这，简直丢人。”贺寒松闻言，嫌弃地皱了皱眉，扶着打扮得光鲜亮丽的刘安雪去了客厅，连个眼神都没有给我，逃似的躲回了客房。我看着镜子里狼狈的自己，委屈的眼尾通红。家宴的一桌子菜都是我一个人做的，我从早上6点爬起来，到现在连口水都没顾得上喝。没人问一句我忙了大半天累不累，没人在意我在厨房连轴转了几个小时，腰都疼得直不起来。他们只会挑剔菜味道不够好，挑剔摆盘不够精致。最初的2年，贺寒松还会心疼的偷偷跑来厨房帮我，会轻轻地帮我擦掉额头的汗水，会在众人为难我时为我说话。可是现在他的眼里只有嫌弃。我换好衣服下楼时，所有人已经开始用餐，没人等我。唯一空着的座位也不是留给我的，因为婆婆从不允许我在家宴时上桌吃饭。她说长媳就该站在一旁伺候婆母用餐，这是贺家的规矩，也是她的规矩。我无法接受，觉得这是封建糟粕。贺寒松却可怜巴巴地求我：“老婆，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不容易，你就体谅一下好不好？就当我求你，1年就这几次，行吗？”我心疼她夹在我和婆婆中间为难，选择了退让。可现在她已经把我的体谅当成了理所当然，还杵着做什么？赶紧过来给我舀汤！婆婆严厉地斥责我。下一秒又和颜悦色地握着刘安雪的手夸道：“安雪一看就是个有福气的，也不知道以后谁有那个福气能娶到你这么好的妻子，不像寒山，非要娶个小家子气的，到现在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。”所有人幸灾乐祸地看向我，小姑子更是出言嘲讽：“我哥可是3代单传，真要是生不出来，就早点让出位置，等着我哥开口赶人，可就脸上难看了。”我求救的目光投向贺寒松，他却专心地低头剥虾，仿佛对饭桌上的事情充耳不闻。“安雪，尝尝这个虾，早上特意让人空运过来的，味道不错。”刘安雪勾了勾唇角，特意扬起手腕。金镶玉的碧绿玉镯挂在手腕上，将她的肤色衬得更加白皙。我不敢置信地看着刘安雪手腕上的镯子，口中溢满苦涩。
这是贺家的传家玉镯，历来只给贺家长媳，我不会认错。我们结婚时，婆婆并没有将镯子交给我。贺寒松说，婆婆为人传统，要等到我生下男婴后，才会把这象征着贺家长媳的玉镯戴到我的手上。可现在这镯子却戴在了她白月光的手上，寓意不言而明。委曲求全到最后，就换来这么个结果。突然觉得，我这些年真的挺对不起自己的。既然隐忍也换不来真心，还忍什么？你是聋了吗？赶紧过来给我舀汤！婆婆用力地拍了下桌子，怒冲冲地瞪着我。房间里的气氛突然一顿。刘安雪挑衅地看我一眼，端起婆婆眼前的碗：“阿姨，我帮你舀。姐姐估计是累了，不是不想伺候您。”我没说话，直接走到空着的位置上，拉开凳子坐了下去。茯苓，那不是你的位子。贺寒松终于不装聋作哑了。我当然知道这个位置不是给我的，这个位置是给远嫁的大姑姐准备的。哪怕她不回来，桌上也永远有她的碗筷。而我这个忙碌了一整天的儿媳，只能在全家吃饱后去厨房吃点冷饭。我瞟了眼贺寒松，拿起筷子吃饭。饿了大半天，早就饥肠辘辘。婆婆指着我冲贺寒松骂道：“你看看你找的好媳妇，一点教养都没有。”我快速地将肚子填了个7、8分饱，站起来将桌子直接掀了。我吃饱了，你们也别吃了。汤汤水水洒了一地，刘安雪和贺寒松的身上更是狼狈不堪。我看向气得浑身哆嗦的婆婆，你有教养？我从6点钟爬起来张罗了这一大桌饭，你百般挑剔就算了，还不许我上桌吃饭。你的教养就是家宴让我站着伺候你，让你儿子的前女友坐你跟前和你儿子卿卿我我。我冲一身菜汤的刘安雪扬了扬下巴，传家的玉镯不是都戴在这前女友的手腕上了吗？以后让她伺候你吧，我不伺候了。许是我这5年来忍气吞声了太多次，所有人都一时反应不过来。婆婆尖叫声响起，反了，简直是反了！你嫁进我们贺家5年了无所出，竟还敢提离婚？要离也是我儿子跟你离。我点点头，行啊，那就快点让你儿子跟我离了吧，谁不离谁是狗。所有的坚强在走出贺家大宅的那一刻轰然倒塌，我贴着墙壁缓缓地滑落到地上，眼泪像是开了闸的洪水，怎么止都止不住。5年，这操蛋的日子我整整忍了5年。我以为忍让能换回1分真心，现在看来，我真是蠢得可笑。没底线的妥协让他们愈发得寸进尺。贺家老宅在半山的富人区，根本叫不到车。我一个人走了1个多小时，脚后跟磨到出血，才叫到一辆出租车。回到家，我将自己扔进卧室的床上，深深的疲惫让我很快睡了过去。手机铃声刺耳，我恍惚地接起，贺寒松冷漠愤怒的声音便传了出来：“妈差点被你气进了医院，赶紧滚回来赔罪！敢在家宴上掀桌子，我看你是疯了！我会出差1个礼拜，如果我回来之前你不能让妈原谅你，那我们之间的婚礼便取消吧。”听筒里传来的嘟嘟声，终于让我清醒了几分。我看着备忘录上今天的拍婚纱照4个大字，叹了口气，直接用笔将其划掉，随后打电话通知摄影师将拍摄取消，钱不用退了，就当已经拍过了。当初结婚，我跟贺寒松只领了证，并没有举办婚礼，这一直是我心里的一根刺。除了亲近的几个亲戚朋友，几乎没人知道我是贺寒松的妻子。贺家的长媳，越是得不到认可，我便越是在意。
我磨了贺寒松好久。1个月前，他终于松口为我私下补办一场小型的婚宴，哪怕只会请几个关系好的朋友到场，我还是无比重视的认真筹备。我兴奋地跟他说，我选了长长的拖地婚纱，订了粉色玫瑰装点礼堂，蜜月地点就定在圣托里尼，机票我都提前买好了。贺寒松知道我有多在意这个婚礼，可是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用它来拿捏我，眼眶干涩发胀，却一滴泪也流不出来了。我将自己的东西收拾了一下，搬去了酒店，只在客厅的桌上留下了一份离婚协议书。领证前，婆婆就要求我签署了婚前协议。我从未想过贪图贺家的一丝一毫，所以毫不犹豫签了字。现在要离婚了，财产分割倒也清晰简单。我跟公司递交了辞职信，打算办完离婚手续就离开这座城市。朋友圈里，刘安雪娇俏地垫着脚尖，靠在贺寒松的肩头，历尽千帆，归来仍是你，真好。背景是圣托里尼与爱琴海，这是我为自己选的蜜月之地，时间就定在10天后。贺寒松知道，刘安雪也知道。我看着手里的机票，心口细密的疼痛汇聚成海。尽管知道这是刘安雪恶心我的手段，还是控制不住的伤心。没有贺寒松的纵容，他又怎么敢？2年来，类似这样的小动作数不胜数。我跟贺寒松吵过、闹过，最后总是以他的指责和冷战结束。刚结婚时他说我温柔、善解人意，现在他为了刘安雪骂我泼妇、无理取闹。我已经数不清他为了刘安雪扔下我多少次，一次次的背叛和疏离在我心上添了一道又一道疤。终于，传家玉镯成了击溃我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我的自欺欺人在他们的肆无忌惮下轰然碎裂。1周后，贺寒松直接闯进了我居住的酒店房间。我惊讶过后了然，以贺家的手段查到我的住址并不难。秦福玲，我让你回家给妈道歉，你不去，还玩起了离家出走的把戏。你以为你这样就能威胁到我吗？未免太幼稚了。科底素混任还为折柱子，弄求继服儿童。如果你继续无理取闹，那你将不配成为贺家的长媳，也不配站在我贺寒松的身边。我掏出一份离婚协议递过去。我不配，你去找个配的吧。贺寒松觉得我是在挑衅他，毕竟我为了他委曲求全了整整5年，在他眼里我怎么会舍得离开他？尤其是他即将成为贺家的掌权人，泼天的富贵和显赫的地位唾手可得。他不信我会放弃，他气得脸色通红，将协议书撕了个粉碎。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明明是你做错了事，不仅离家出走，还想拿离婚要挟我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可理喻？我看着愤怒的贺寒松，突然笑了，伸手拨了拨他的衣领，露出脖颈上明显的草莓印。贺寒松，跟小情人玩得开心吗？我们还没办理离婚手续，好歹注意点影响。他脸上的神色顿时僵住，下意识反驳：这不是，我都跟你说了，我是出差，你整天疑神疑鬼的，烦不烦？你对我连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吗？我掏出手机，将刘安雪的朋友圈在他眼前晃了晃。原来你不知道啊，看来你的小情人设置的仅我可见。估计你没给够他安全感啊，都逼得他亲自出手挑衅了。你要是真的心疼他，就赶紧把离婚协议签了吧。他好像很着急转正呢。贺寒松看着我的手机屏幕，脸色阴沉，好半晌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：若是我不答应离婚呢？我无所谓的耸耸肩，
那我就起诉离婚，无非就是耗时久一点。贺寒松捏着我肩膀的手逐渐用力。秦福陵，如果你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我可以保证你永远是我的正妻。可你若非要跟我作对，那我只能将你妈的医药费给暂停了。我难以置信地瞪大双眼。贺寒松得意地用手抚上我的脸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就继续给你妈治疗。我匪夷所思地看着他。我妈正跟她的小男友在大洋彼岸度假，昨天还跟我打过视频，整个人看起来容光焕发，比我还精神。贺寒松这是打哪又给我认了个妈？停吧，随便你停，不过现在麻烦你出去，不然我可报警了，到时候你和贺氏集团上了新闻，可别怪我。贺寒松阴冷地看了我好半晌。好，你很好，现在为了跟我赌气，都可以六亲不认了，回头别哭着来求我。他故意当着我的面给秘书打了电话，把秦福陵他妈的医药费停掉，医疗团队也撤走。打完威胁似的看我一眼，嘴角上扬，仿佛笃定我会立马道歉低头。可我只觉得好笑，结婚5年了，他从来没有提过去拜见我爸妈，以至于到现在他连我妈是谁都能认错。大学的时候，我爸出轨，我妈毅然选择离婚，转身带着财产去了国外，投奔外公外婆。我爸娶了年轻漂亮的小三，我妈找了听话帅气的小男友，明明有爸有妈，却两头都不是家。所以跟贺寒松在一起之后，我并没有主动提起过我的家庭，他也从没问过。最初我以为他是觉察到我的尴尬，体贴的不问，现在看来他压根就不在意。婚宴的前一天，酒店经理打来电话，您先生前几天将婚宴改到了最大的宴会厅，我们已经将大厅布置完毕，您这边需要过来看一眼吗？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，我们尽快调整。我呆愣愣地挂掉电话，心里涌过一阵暖流。原来这些天他不出现，是去准备我们的婚宴。想起刚结婚时的甜蜜，我忍不住再次燃起希望。这个男人还是一如既往的嘴硬心软。我纠结了整整一晚，在想我到底要不要顺着他给的台阶下来。原本坚定要离婚的心也开始动摇。婚宴时间定在上午11点，10点钟，我化着淡妆出现在酒店大厅，却见到整个宴会厅满满都是人。原本几十人的宾客少说多了10倍。粉色的玫瑰花将大厅布置成一片花海。想不到贺寒松这个不懂浪漫的男人会准备这么特别的惊喜。我找了个人少的角落坐下，等着贺寒松给我打电话，直到音乐声响起，刘安雪穿着洁白的婚纱出现，我才发现我压根不是这场婚宴的主角。贺寒松在众人的见证下对着刘安雪深情告白，俩人热烈的拥吻将气氛推到顶端，而我这个正妻却像个小丑一般躲在角落。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冲到台上的。我抢过主持人的话筒，对着他们一字一顿地说道：贺寒松，麻烦结婚之前先抽个空跟我把婚离了，不然我就去告你重婚罪。还有你刘安雪，知三当三，也好意思提什么真爱，不怕遭雷劈吗？台下一片哗然，主持人站在一旁不知道该作何反应。刘安雪惨白着脸，气得浑身发抖。我扔下话筒，转身的一瞬被一个巴掌扇倒在地。我婆婆怒冲冲地指着我：谁允许你来捣乱的？像你这种生不出孩子的女人，在古代早就被休了。我儿子容忍了你5年，已经仁至义尽。贺寒松只顾着将刘安雪搂在怀中安慰，听到声音看过来的眼神凌冽如刀。秦福陵，
看来我对你的警告，你是半点不放在心上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保安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我被人扔在了酒店大门口，心彻底死了。当天晚上，这场婚宴就上了热搜。贺氏集团继承人公然与小三举行婚礼，将发妻扔出酒店的新闻铺天盖地，婚宴现场的视频也流传的到处都是。我看着堵在楼下的大批记者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这场闹剧没有赢家，贺家反应还算是迅速，立马花钱压热度。奈何他的对家们难得逮到这么个机会，怎么可能会同意？后续的事情压根不需要我的参与，几大家族已经将事情转成了商战。我以为贺寒松在忙着处理公关危机，他却意外地出现在了我的门外。福玲，你满意了？男人眼瞎青黑，身上的白衬衫有些褶皱，看上去疲惫不堪。我满意什么？是我让你在已婚状态下与小三举行婚宴的。贺寒松眼里涌起浓浓的失望，要不是你大闹婚宴，又怎么会出这种事？现在贺家声誉受损，公司股价不稳，霍陈两家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，恨不得趁机将我贺家打垮。你知不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？现在就算是你一路跪去贺家老宅，贺家也无法容下你了。唯一的办法就是你出来解释澄清，说那天的视频不过是我们夫妻想过戏瘾，是拍的电视剧，不是真的。而安雪也只是我们请来的演员而已。我静静地听他说完，喉咙像被水泥堵住，哽得生疼，却说不出话。若我不同意呢？贺寒松猛地抬头，眼眶赤红。秦福玲，你是真的不想要你妈的命了是吧？一天后，贺家发布公告，说我秦福玲水性杨花，不守妇道，婚内出轨。贺寒松提出离婚后被我决绝，死缠烂打也不肯离开。而刘安雪则是贺寒松在决定离婚后遇到的真爱，不仅不介意贺寒松结过婚，还不离不弃，共度难关。形势扭转，铺天盖地的谩骂朝我袭来。在权势的引导下，我的解释很快被淹没。我从一个被丈夫背叛的可怜原配，变成了人人喊打的无耻荡妇。手机号被人曝光，不停地有人打电话来骂我，短信里也全是各种恶毒的诅咒。我的照片被人 P 成遗照，摆在了酒店大门口，甚至还有人送来了花圈。要不是5星酒店的安保不错，只怕我连最基本的人身保障都没有。银金豁会揽哭月，轰满唱片早包瓤真抢。贺寒松对这一切非常满意，给我下了最后通牒：明天上午11点前，如果你能主动公开承认是你婚内出轨，帮贺家度过这个难关，那我会给你500万，让你离婚后也有个生活保障。我怔怔地看着电视上刘安雪的新闻采访，她甜蜜地表示手上的婚戒价值800万，是贺寒松特意挑选的。喂，你听到没有？我自嘲地笑出声。500万，真多啊！快赶上刘安雪手上的钻戒贵了。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，随即传来一句：你有什么资格跟他比？连日来压抑的情绪不知怎么就被点燃。我歇斯底里的怒骂：我怎么就不能跟他比？结婚5年，是我照顾你的饮食起居，是我服侍婆婆，也是我选择牺牲自己，委曲求全，天天围着你转。当初是你追我的，婚后我可有一次对不住你？我握着电话哭得不能自已。挂断前，贺寒松淡淡地说：可我需要一个孩子，贺家也需要一个继承人。我没有主动替贺寒松背下黑锅，也算是彻底惹怒了贺家。3天后，
一个新的消息霸榜了网络热搜，一家人哭哭啼啼地接受采访，控诉贺涵松在治疗的关键时期停了捐助者的医疗费，还撤走了医疗团队。他说让我安心治疗，所有的治疗费他来出，还帮我找到了匹配的骨髓，安排了专业的医疗团队。我真的以为他是个好人，打心底里感激他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我现在即将准备手术时，他却威胁捐赠者反悔，还撤走了资金和医疗团队。我全身的免疫系统已经被摧毁，如果不做手术的话，活不到3天了。求求你们，救救我！贺家这是在杀人啊！可我还不想死，我想活着啊！60来岁的老人声声泣血，老泪纵横。他的家人跪在镜头前面，绝望而无助地求助网友。人往往都是同情弱者的，更何况是这么可怜无助的老人。很快，这则视频就引爆了网络。我看着视频里的老人，才想起这人跟我是老乡。我之前很喜欢去他的店里吃辣子鸡，后来他跟我说身体不好，店不做了。我特意提前又订购了一大份，让他送来家里。念在同乡一场，我给他塞了1万块钱。吴阿姨一开始不好意思收，在门口推辞了半天，好像就是那次，正好撞上了下班回来的贺涵松。原来他以为这个老人是我妈，我不怪他认错，可是我无法理解他认错后竟然都不愿意下车打个招呼，更无法接受他认定对方是我的母亲，还停了他的医药费，逼他去死。我清点了一下手里的存款，准备给老人送去，毕竟他也是因为我卷入了这场无妄之灾。出门的前一刻，贺涵松闯了进来。那人不是你吗？他质问的语气好似是我设计陷害了他。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人是我妈？那你为什么你不告诉我？你觉得这样很好玩是吗？看我被你耍得团团转，你是不是很得意？你是不是要彻底毁了贺氏集团你才开心？他气急败坏的样子与曾经温柔儒雅的男人相去甚远。我突然觉得好没意思，不是他变了，而是我一直就没有看清过贺涵松。从始至终，我只是在婚宴上揭穿了真相，其他的什么都没做过。你们之所以落到这步田地，是你咎由自取。你若还有一点良知，就救救那个人吧。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不是你报复我的工具。贺涵松救了，但网友并不买账，所有人都说他是迫于舆论压力才救人的。如果不是事情被曝光，这个阿姨绝无活路，哪怕法律奈何不了她，但在大家眼里，她已经是个杀人凶手。贺家的公关团队焦头烂额之际，又出了馊主意，他们将事情真相告诉了吴阿姨，试图让矛盾转移到我的身上，让他们来攻击我。结果转头，吴阿姨的儿子就将录音发上了网。刚刚平息的事态再次沸腾起来，以为是自己的岳母，所以痛下杀手。这他妈是个什么畜生？为了报复原配，所以杀岳母，蝎子尾都没他毒啊！他不是说原配出轨吗？我怎么感觉有隐情呢？我还是没有公开回应什么，而是将我手里的所有证据发送给了霍陈两家。曾经刘安雪肆无忌惮的炫耀和挑衅，都变成了垂向他们自己证据。我不想再跟这群烂人纠缠下去。真相大白后，我跟贺涵松领了离婚证，便登上了前往安国的飞机。大洋彼岸，我妈给了我一个热情的拥抱，随即将我拖到了酒吧，还连点了8个男模。我看着帅气英俊还有8块腹肌的小哥哥们，有些无从下手。我妈却冲我挑了挑眉，都单身了还矜持什么呢？
你现在的好日子才开始呢。我妈带着她的小男友陪我从时代广场逛到了星光大道。前一天在夏威夷晒太阳，后一天在百老汇看表演。唯一不变的是，每到一个地方，我妈就会给我换一个陪玩男伴，各种类型的帅哥，也算是让我开了眼。我妈语重心长地劝我，世上男人千千万，不行咱就换，没必要因为一个渣男而放弃了所有帅哥。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也不知道我妈哪来的这些歪理，但不得不说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放纵，我的那颗受伤的心彻底缓了过来。就在我准备收敛心思好好工作时，霍家的人给我发来了信息，告诉我贺家破产的消息。照片里，婆婆和贺寒松等人被赶出了贺家老宅。我那规矩众多，连吃饭都要我站着伺候的前婆婆也没了往日的骄傲，灰溜溜的自己提着行李。刘安雪挺着个大肚子站在一旁，脸上写满了不甘心。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贺家的人还不至于流落街头。作为回礼，我给霍家发了一份体检报告。我妈将我安排进了自家的公司，我踏踏实实地投入工作，前尘往事逐渐忘却。几个月后，我作为公司代表回国谈合作，却意外在路过医院时碰见了贺寒松和刘安雪。刘安雪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扯着贺寒松的衣摆，俩人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吵得不可开交。我停车看了半天，俩人从问候彼此的父母亲人升级到了诅咒和厮打。眼看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贺寒松才将刘安雪推开，试图离开。贺寒松猝不及防地看到了车内的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了窘迫，皱皱巴巴的衣服，被扯乱的头发，脸上还有几道挠出来的血痕。茯苓，我冲他笑了笑，一脚油门走了。霍连云兴冲冲地将我迎进酒店包间，一脸坏笑，一会给你个惊喜。我连猜都不用猜，跟贺寒松有关吧？真是瞒不过你。上次你给我发了那份体检报告，我就一直派人调查刘安雪，结果还真查到了她之前在国外有一个感情不错的男朋友。回国后，刘安雪也一直跟他藕断丝连，她肚子里的孩子就是她那前男友的。霍连云越说越兴奋，原本他还想着靠肚子里的孩子绑住贺寒松，哪知道贺寒松竟然弱精，真是笑死我了。我等他生完孩子就派人给贺寒松报信儿了，俩人现在算是闹翻了。以霍连云的恶趣味，我不意外。半小时后，贺寒松推门进了包厢，看到我的时候，他整个人愣住了。茯苓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霍连云沉下了脸，叫秦总，没大没小，秦总的名字也是你能叫的，这可是我们的大客户，你给我伺候好了。随即冲我挤眉弄眼，这是我们公司新给我招的小助理，主要负责端茶倒水，秦总有什么需要尽管使唤。贺寒松难以置信地望着我，你是 CL 公司的秦总？我点点头，不置可否。霍连云出去接电话时，贺寒松突然坐到了我的跟前。茯苓，你怎么会突然成为 CL 的高管？你该不会是……我一头雾水，你怎么能为了利益而出卖自己？我现在已经跟刘安雪分开了，我不介意你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，只要你愿意回到我身边，我们就像以前一样好好过日子，好不好？我淡淡的摇摇头，不好。看来你这段时间真是过得挺惨的，都主动来找我低头了，难得啊。他一把抓住我的手，眼眶湿润，鼻尖泛红。老婆，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你真的放得下我吗？我知道我错了，
求你原谅我一次，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好不好？我将手用力抽出来，用毛巾慢条斯理地擦干净。不好，我是秦家的独生女，我需要一个孩子，秦家也需要一个继承人，而你不能生。我的话音刚落，贺寒松的脸色骤变。你知道？我好笑地看着他。我当然知道啊，而且我早就知道了。贺寒松紧紧握拳，浑身颤抖着，声音里满是委屈和愤怒。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我认真地回答，为了你那可怜的自尊心啊。我们4年没有孩子的时候，我就觉察到不对劲了。我偷偷去医院做了好几次检查，都没有查出任何问题，所以我就想办法哄你去做了全身体检。检查显示你有弱精症，镜子质量差到连试管都做不成。我担心你自尊心受不了，所以一直没敢告诉你，哪怕众人都责怪我生不出孩子，我也从未想过将真相告诉他们。我叹了口气，那时我宁愿委屈自己，也不想你被人笑话。谁知道你却转头劈腿找了小三，你说好笑不好笑？贺寒松颓然地跌坐在椅子上，泪水一颗一颗地砸下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他妈的不是人，求你给我一个补偿你的机会好不好？你那么爱我，你只是太生气了，才不愿意原谅我。老婆，只要你原谅我，你让我什么都行。我指了指他身上皱皱巴巴的衣服，可是你现在已经配不上我了。这天之后，贺寒松又来找过我很多次，我都让保镖将他拦住了。我现在有钱有颜，谁还稀罕他这根烂黄瓜？我回燕国那天，他不知道从哪得到的消息，追到了机场，手里举着一个巨大的牌子，上面写着老婆，求你原谅我。他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在候机厅里乱窜。我烦躁地掏出手机打了投诉电话。很快贺寒松就被安保人员拖走了。这次之后，我们将再也不会见了。没多久，霍连云来 CL 谈下一步的合作，带来一个新的消息：贺寒松死了，死在了刘安雪手里。嫁入豪门的美梦破碎，嗷嗷待哺的婴儿需要人养。贺寒松的恶劣态度致使刘安雪的精神状况出现了问题，俩人在不断的纠缠争吵中相看两相厌，最后贺寒松提出离婚，刘安雪却说什么也不同意，并扬言这辈子死也要跟贺寒松死在一起。一天夜里，贺寒松想要悄悄离开，被起夜的刘安雪发现。争吵之时，刘安雪拿起水果刀捅死了贺寒松。想起当初贺寒松小心翼翼地将刘安雪捧在手心的样子，真是令人无限唏嘘。我拿起酒杯与霍连云碰杯，别说这些晦气的人了，还是谈合作的事儿吧。3年后，我顺利接手我妈的公司，嫁给了一个兴趣相投的人，也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离开贺寒松后，我的一切好像都变得越来越好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